你好呀，這裡是默默的投資筆記。Meta 這份財報最有意思的地方是營收增長 28%， 股價卻在財報後的第一個交易日跌了差不多 8%。一邊是廣告展示量增長 14%， 平均廣告價格又漲了 12%， 說明 AI 確實在幫 Meta 賺更多錢。另一邊是成本增長 55%， 單季資本開支超過310億美元，自由現金流最後只剩 7.84 億美元。廣告機器還在高速運轉，但賺回來的現金幾乎都被 AI 基礎設施吃掉了。我把最新財報、技術面、估值和3種情景梳理了一遍。先說結論，評級是謹慎增持。當前價格 556.7 億美元已經釋放了一部分估值風險，但趨勢還沒有反轉，不適合因為跌得多就一次性抄底。參考合理價值大約655美元，具體怎麼買，什麼情況需要重新評估，後面逐一展開。先把這份財報最關鍵的4個數字擺出來。第一，第二季度營收 608.01 億美元，同比增長 28%。對於一家年收入已經超過2000億美元的公司來說，這個速度很強，而且不是只靠匯率撐起來，固定匯率下仍然增長 27%。第二，廣告展示量增長 14%， 平均廣告價格增長 12%。一個代表平台上的流量和參與度，一個代表每次廣告展示能賣多少錢，兩邊一起增長，說明 Meta 把 AI 推薦系統真正變成了廣告效率，而不只是講一個未來故事。第三，營業利潤率從去年同期的 43% 降到 31%， 收入增長很漂亮，但成本跑得更快，利潤率一下少了12個百分點。第四，自由現金流只剩 7.84 億美元，而去年同期還有 85.49 億美元，原因不是主業突然不賺錢，而是單季資本開支已經達到 310.8 億美元。Meta 現在賺的錢不少，但為了訓練模型、建設數據中心和購買算力，花錢的速度更快。這4個數字放在一起，才是市場真正的分歧。AI 正在增強廣告業務，同時也在提前透支現金流。Meta 最新價格是 556.7 億美元，財報後的第一個交易日從 585.61 美元跌到 539.03 美元，隨後反彈 3.28%， 過去52周最低 520.26 美元，最高 796.25 美元，目前距離高點回撤大約 30%， 距離低點只有 7% 左右。技術面上 RSI 是 37.8， 已經接近超賣區域，但 EMA 12仍低於 EMA 26， MACD 也在0周下方，說明價格便宜了一些，不代表趨勢已經扭轉。現在最值得觀察2個區域，向下是520到540美元，這裡同時接近52周低點和布林带下軌，如果回踩後能夠縮量企穩，風險收益比會比追反彈更舒服。向上是600到620美元，只有重新站穩這個區域，並且 MACD 開始收斂，才能說明市場不只是短線搶反彈，而是在重新接受 Meta 的盈利邏輯。接下來聊聊估值。 Meta 表面的滾動市盈率大約21倍，看起來已經不貴，但這個數字不能直接照單全收。過去12個月每股收益大約 26.54 美元，其中第一季度包含一次性稅收利益，表面盈利被抬高了。換一個更乾淨的口徑，如果2026年正常化每股收益做到26到28美元，當前大約是20到21倍預期市盈率，用今年盈利算市盈率，就像只看一個人現在的月薪估身價，沒考慮他明年會不會漲薪。但 Meta 現在的問題剛好相反，市場已經相信他未來會漲薪，卻開始擔心他為了這次漲薪先花了太多培訓費。再看企業價值，當前大約 1.42 萬億美元，對應過去12個月營收約 6.2 倍，這個水平不算便宜，但考慮廣告業務仍有接近 30% 的增長，也不是離譜。真正兼貴的是現金流口徑，市值大約是過去12個月自由現金流的31倍。要讓655美元的合理價值站得住，後面幾個季度必須看到自由現金流修復，而不是資本開支一直上調。基本面先說亮點，再說問題。Meta 的日活躍用戶已經達到36億，同比增長 3%， 廣告展示量增長 14%， 平均廣告價格增長 12%， 說明平台既有人看，也能把流量賣出更高價格。第二季度營收608億美元，净利潤 158.48 億美元，净利率大約 26%， 相當於每賣出1美元的服務。
最後能夠留下大約26美分淨利潤，盈利能力依然很強。Meta 的高 ROE 主要來自強净利率和輕資產業務效率，不是單純靠高槓桿撐起来。不過第一季度的一次性稅收利益會把滾動淨利潤和表面 ROE 抬高，所以這一階段更應該看營業利潤率和自由現金流。資產負債表上，現金和有價證券902.6億美元，長期債務836.6億美元，淨現金大約66億美元，仍有繼續投入的底氣。貝塔大約在 1.2 附近，波動通常高於大盤，季度股息 0.525 美元，股息率不到 0.4%， 持有回報主要還是依賴盈利增長和估值變化。問題有3個 ：AI 基礎設施投入回報可能晚於預期 ，Reality Labs 單季繼續虧損 46.19 億美元，法律與監管成本也可能反覆出現。Meta 不是沒有錢，而是市場開始要求它證明這些錢花出去以後到底能帶回多少新增利潤。把这些因素放在一起，分成3種情景。多頭情景給 30% 概率，對應740到820美元，需要廣告收入繼續保持 25% 以上增長， AI 持續提高用戶參與度和廣告轉化率，營業利潤率回到 36% 以上。同時2027年資本開支增速明顯放緩。這個情景賺的是盈利繼續上修，加上市場重新願意給 AI 投入更高估值。技術情景給 50% 概率，對應610到700美元，收入增速逐步回落到 20% 到 24%， 營業利潤率維持在 31% 到 34%， 自由現金流逐季修復，但 AI 資本開支仍然處在高位，這是目前證據最支持的一條路徑。空頭情景給 20% 概率，對應430到500美元，如果收入增速跌破 18%， 營業利潤率持續低於 30%， 資本開支再次上調，再疊加監管和法律成本擴大，市場就會把 Meta 從高增長平台重新定價成一家公司越來越重的科技企業。3個情景按概率加權，合理價值大約655美元，比當前價格高約 18%， 空間存在，但還沒有大到可以忽略執行風險。最後說說我自己的操作策略，評級是謹慎增持，參考合理價值約655美元。還沒有持倉的話，第一檔關注530到560美元，當前價格就在這個區域，可以先建立一小部分倉位，但不要因為股價較高點跌了 30% 就一次性買滿。更穩的做法是等520到540美元附近出現縮量企穩，再決定是否提高倉位。如果股價不回調，而是重新站穩600到620美元，同時 MCD 開始收斂，也可以視為趨勢確認，但倉位依然要慢慢加。第二檔關注490到520美元，前提是廣告增速。第三季度610億到640億美元的營收指引，以及營業利潤率沒有繼續惡化，跌破460美元或者收入增速跌破 18%， 營業利潤率連續低於 30%， 自由現金流多個季度不能修復，就說明空頭情景正在兌現，需要重新評估。已經持倉的朋友，如果成本在550美元附近，可以繼續觀察，不需要因為財報後的單日大跌立刻砍倉，也不建議看到一天反彈就追着加倉。股價接近650到700美元時，重點看盈利預期有沒有同步上調。如果股價先漲，現金流和利潤率沒有改善，可以分批鎖定一部分利潤。如果廣告增長繼續超預期，資本開支開始見頂，自由現金流又重新回升，再提高倉位會更穩。總結一句話， Meta 的廣告增長邏輯沒有壞，但 AI 投入正在把現金流壓力推到台前。556.7億美元已經比高位有吸引力，真正舒服的機會來自520到540美元的企穩，或者600到620美元的趨勢確認，而不是簡單賭一根財報大陰線之後馬上反彈。如果你也在研究 Meta， 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的行業看法。覺得內容有用的話，點個讚並關注支持一下，咱們下期見。